各位观众朋友，最近你们在脸书、蓝群组或其他社群平台上，有没有看到类似这样的大标题和背景图片？黄色、蓝色的底色，上面几行粗粗的字，讲的超可怕，有些还加上“你各位自求多福”这种语气。看了会不会觉得，完蛋了，台湾是不是已经没有防疫系统了？我知道，这种贴文很容易让人紧张，甚至马上想传给家人朋友，但先停一下，深呼吸。因为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他们都没有经过查证。今天我们就用事实把这些恐慌一个一个的拆开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观察大大检验的主持人一检视 QQ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还是屈公病这个主题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它是一种被蚊子叮到就可能痛到走不了路的疾病。我把影片连结放在上面。今天我想特别针对这波社群上流传的惊悚文字，帮大家厘清到底台湾的防疫系统是怎么运作的，疫情资讯要去哪里查，以及为什么这次没有像新冠疫情期间那样，每天都有一个陈时中站出来跟大家开记者会。首先说明台湾的防疫机制，不是只有出事才启动，它是平常就一直在运作的。中央有疾病管制署，简称 CDC， 这是防疫的总指挥中心。里面有不同的科室，像是负责疫情调查的，负责检验的。地方也有自己的防疫单位，就是各县市的卫生局、卫生所。这些单位平常就跟 CDC 保持资讯流通，随时掌握状况。第一线的医院跟诊所更重要。医师或感控人员只要发现有病人符合传染病通报的条件，不管是检验阳性还是临床高度怀疑，就我们这次讨论的屈公病为例，依传染病防治法规定，它属于第二类法定传染病，应于24小时内通报当地主管机关，也就是通报到传染病通报系统。这是一套线上系统，卫生单位可以及时看到资料，无需等到记者会才获得信息。当通报进来之后，地方卫生局就会派人进行疫情调查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疫调。这些公卫人员，他们会去了解病人的活动路径，接触过哪些人，有时候还会去现场看环境。如果是蚊子传播的疾病，像驱公病或登革热，还会找环保局的人一起去清除滋生源、喷药防治。必要的时候，中央 CDC 也会派专案小组下去协助地方。所以说，没有什么不做疫调这回事，这套系统一直都在运作，而且流程很明确。那我们怎么查最新疫情呢？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 CDC 的官方网站，找到传染病统计资料，你可以看到每一种疾病的病例数、分布地图，甚至看到目前病例在哪些县市。就算是驱公病，也能查到它是境外移入还是本土感染。以我录这集节目的时间来看，桃园这4例驱公病，全部都是境外移入，意思就是这些人是在国外感染，回到台湾才被检出来的，不是社区爆发。所以，光是这点就跟那些恐慌文的暗示完全不一样。那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没有像以前新冠病毒那样，每天都有一个部长出来开记者会？原因很简单，根据文献记载，驱公病最早在1952年从坦尚尼亚分离出来，到2025年的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病毒，各种症状或预防方法都知道，也已经知道由病媒蚊传播，死亡率也低。反观新冠病毒，2019年底那时，大家对它很陌生，一开始传播方式都不清楚，死亡率又高，又会人传人。世界各国对其如何预防与治疗都没有一致的方针。可以参考4年前报道者的影片回顾一下。当时陈时中不常每天召开记者会，主要是为了提供最新的疫情资讯和防疫措施，让民众获得透明的讯息，以增强公共信心和安全感。讲到这里，真的要再提醒大家，虽然驱公病的疫苗目前在全球还没普及，但真正高 CP 值的预防方法，就是很传统但超有效的那招：清除积水、打扫环境、减少白线斑纹跟埃及斑纹的数量。这么做，不只可以遏制驱公病，还能同时降低登革热的风险。12鸟。这样也不需要每天都有一个陈时中站出来跟大家开记者会，节省下来开记者会的经费，可以更好的用在需要的地方。大家应该一致希望，人民的纳税钱是用在刀口上，而不是随便浪费吧。所以啊，大家不要看到几张颜色很亮、字很大的图片就觉得完蛋了。如果你真的担心
先打开 CDC 的网站看数据，或是去问懂的人，不要急着转传。随便说，没有疫情调查，政府不做事，不只会让大家恐慌，还会让第一线做防疫的人心寒。这些人包括公卫人员、医师、医检师、护理师、志工，他们每天真的很辛苦，疫情爆发的时候要第一个冲出去，平常也在默默守着。更重要的是，CDC 已经针对这件事出来澄清了，可是当初制造恐慌的那些账号，有多少人站出来道歉？有几分证据，说几分话，这是基本的道德底线。不要移花接木，不要断章取义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可能会让整个团队被抹黑，影响防疫工作。最后，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去公病的症状、检验方法以及防治策略，记得去看我第9集完整的影片。那里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如何保护自己跟家人，让你知道，防疫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。防疫不是别人的事，而是从我们每个人开始。不要恐慌，先查证，积极消灭蚊子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我们的社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，分享给朋友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新影片一上架，你就不会错过。我是医检师 QQ，我们下集见。